大家好，欢迎回来大声，我是吴薇。美国大选呢还有2周的时间哈，民主党、共和党两边都在如火如荼的拉票。在这场竞选中呢，其实肯定华语观众最关心的话题就是哈里斯和川普两位候选人到底他们的对中国立场是怎么样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不讨论我们具体支持谁，而是为大家梳理一下就是哈里斯和川普两位总统候选人他们的对华政策的一些基本的核心立场。这样呢，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就在这次美国大选中到底这2个候选人对中国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还有接下来这场大选的结果会对中美关系可能带来的影响。而且美中关系其实也直接影响了我们节目经常关心的这些台湾问题呀，还有中国整个接下来的内政还有外交。在介入节目之前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呢，帮我们转发、评论、关注，不管你是好的评论还是坏的评论，我都会认真看。当然如果愿意加入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大声的会员，有你们在，我其实有多一点信心，也多一些资源和力量，坚持做好的节目。首先呢，是大声关于美国大选的选题并不是很多，原因是因为呢，我这个栏目还是想做的是国际媒体看中国。那么当美国媒体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我认为需要给中文观众去讲的时候，我会专门拎出来讲。那么在美国大选这次呢，一个是中国问题并不是媒体讨论的核心，而第二个现实就是美中关系日趋紧张，不管是从政府政坛还是从民间，有一个超越2党分歧的共识，就是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其实跟美国的关系已经是对抗战略性对抗，甚至敌人的关系。就是说不管哪个总统他们现在在位，或者候选人他们在选举中讨论美国事务是怎样的，但是有一个所有人都不用说出来的共识，就是中美关系不会好了，而中国也是必须美国强硬对抗的一个国家。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呢，其实我观察了一段时间，也在想要不要专门讲一期就是美国大选中间的美中关系。看了一下呢，还是有一些值得推荐的。那么我今天就一并梳理一下，这样好呢，这样我们也就梳理一下目前这2位候选人川普和哈里斯他们的对华立场、对华政策，和如果他们某一个人上来有可能在对华政策上有什么一些关键的分歧哈。但这既不是拉票，也不是踩谁和贬谁，所以大家不管支持谁还是不喜欢谁，我们基于这样一个立场来看这个节目和讨论。当然你们有什么意见也都可以继续在底下分享哈，我都会认真看。首先呢，我先推荐一篇文章，是经济学人昨天的新的杂志的文章哈。它讲的就是模糊还是疯狂在哈里斯和川普2人的对华立场方面。这个标题是这样的哈，有点绕。他讲的呢，其实也是就是这2位总统候选人他们在对华态度。那么经济学人这篇文章呢，他就说哈里斯基本延续了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但是在某些关键的问题上，哈里斯和拜登存在一些差异。这个经济学人的文章就说因为2个原因，一个是基于哈里斯现在他还是个副总统，所以他仍然要服务和遵循 Joe Biden 的外交政策，这是事实一。二呢，就是他其实因为之前在外交事务方面的言论并不是很多，所以其实也看不出很多大的差异。可是有一个重要领域，他跟拜登有一些微妙的分歧。这个领域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基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目前来看的有限言论，哈里斯呢似乎不如拜登那么鹰派。经济学人说呢，感觉哈里斯不愿意将中国视为实际或者潜在的敌人，而且如果当选，他应该是希望继续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保持对话不是一个什么有好恶的词，就是对话 conversation。 而且跟川普不同，哈里斯呢应该没有意图要发起贸易战。尤其呢，经济学人还引了一个没有具名的哈里斯的高级顾问采访，说哈里斯认为
美中的冲突并非迫在眉睫，没有那么紧迫，就是哈里斯既不想把美中的矛盾加深到一个必须要解决的情况，而他们也不认为现在美中的冲突就那么紧要和迫在眉睫。补充一下经济学人的这个分析，英国的另一个报纸《卫报》The Guardian 他们也有一个分析，说哈里斯在整个的竞选过程中几乎没有太努力打破他在中国问题上和拜登一直保持一致的这么一个共同看法。唯一一次他公开提到中国的呢，就是8月22号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这个主题演讲中间。他怎么提的呢？他在这个演讲中呢，是跟他的这些美国的国民他这些要给他投票的这些选民说我们会确保在21世纪的竞争中获胜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所以你看他这句话的重心其实还是美国，但他已经有一个潜意识，就是或者他的这个上下文的潜台词是说，只有战胜中国，美国才保证在21世纪的竞争中仍然是获胜的。这也就应和了我刚开始说的，就是在美国朝野也好，官方和公众的心目中也好，中国是一直存在的房间里的大象，但是它并不是要专注针对中国去谈这个问题的。这是第一点，就是哈里斯在外交政策上应该还会延续拜登的一些做法，可是在对台湾的问题上，他跟拜登有微妙的不同。经济学人呢和卫报都讨论到了这个问题。其实只要在讨论美中关系，都会讨论到台湾，台湾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经济学人怎么说呢？说在台湾问题上，哈里斯的立场呢表现出一定的模糊性。台湾呢，我们都知道，中国呢是信誓旦旦的必将要通过武力统一的，但是在拜登任期至少有4次都明确向公众、向媒体表示过，就是如果中国对台湾发起进攻、入侵，用的这样的词，拜登说美国一定会进行军事干预的。可是在台湾的这个明确的这个立场上面，哈里斯就不是这样说的。在10月份，就最近哈里斯接受了 CBS 的一个采访，主持人也问哈里斯，就是如果中国入侵台湾，如果中国打台湾，你会不会采取军事行动保护台湾？哈里斯就没有再重复拜登明确说的我们会出兵保护台湾。他回答的原话是说，我不会讨论假设的情况，我不会针对假设来讨论问题的。你看他给闪了。这个地方呢，要专门聊一下一个名词，就是什么叫做战略模糊，就是 strategic ambiguity。战略模糊呢，其实是美国一直有的一个政策。这个概念呢，其实被讨论了好几十年了。这个政策呢，源于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当时通过这个法的背景是什么呢？1979年，美国在外交关系上从台湾的国民党转向承认大陆的共产党，就是在外交上只承认中共领导的这个中国了。然后呢，就有了这么一个台湾关系法。而在这个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呢，美国一直以来承诺将提供武器来帮助台湾自卫。一句话就是，既承认一个中国，又不明确表示在大陆和台湾发生冲突时是否会进行干预。这个几个态度其实是模糊和彼此矛盾的，但这就是美国这么多年来秉承的对华的和对台的这个模糊战略。所以经济学人的分析，拜登呢4年明确4次说，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出兵，这是个很明确的承诺但是现在有可能呢，哈里斯要回归之前的美国一直秉承的态度，就不明确说到底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动作的时候，美国到底怎么做。但是呢，哈里斯也会
回归原来的政策，也会做出一个承诺，就是随时可以用自身的力量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其他形式的胁迫。言下之意就是，反而是拜登这么几年呢，脱离了美国一直以来的对台的常规。所以呢，他的顾问对《经济学人》说可能哈里斯希望会向习近平保证，美国没有主动发动战争的意愿。可是《经济学人》又说，危险就在于习近平会认为哈里斯的这种战略模糊的态度，可能是因为美国没那么有决心保护台湾，也就是美国的刻意模糊会被中共，尤其像下决心要统一台湾的习近平认为，你没有决心保护台湾，那我就动吧。这是经济学人的分析。这个哈里斯向中国呢，他也就会承诺的是只有一个中国这个点上，因为他不想加剧中美的迫在眉睫的危机。好，接下来我们说川普的对华立场，因为川普当过总统嘛，所以大家都觉得比较有信心了解川普是怎么回事儿。总体说来，川普上一届总统的时候的对华政策呢，被外界看来是非常强硬的。首先，他在任期间发动了贸易战，并且多次加征高额关税，还一直试图用经济压力迫使中国在一些问题上做出让步。其实过去这几个月，川普对于台湾和中国问题最明确的一次谈话呢，是7月份接受《彭博周刊》的采访的时候，他当时说呢，台湾应该为美国提供的军事防御支付费用。他把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呢，比喻为就是美国其实向台湾提供的防御角色就像一保险公司一样，但是台湾呢，并没有为这种保险公司的服务支付任何代价。当时他是原话呀，他说是美国对台湾的角色就像保险公司，台湾应该支付我们保护他们免受中国威胁的费用。当时7月份这话一出来，台湾方面是很不安的，尤其呢是当时还面对着越来越紧张的这个军事的威胁哈。我们再回来看一下7月份彭博周刊跟这个川普聊台湾聊中国的时候，我把这个当时的引语整个都找出来了，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川普说了几个，一个就是台湾应该为美国为台湾提供的防御支持付钱，这样美国才能继续给台湾军事保护。第二呢，他认为台湾抢走了美国的芯片业务。其实呢，台湾被川普提的最多的上下文多次都是关于芯片。川普呢，在好几个场合都批评过，说台湾拿走了美国几乎100%的芯片产业，而且他认为这是美国领导层的失误，他觉得美国在这一方面被台湾利用了，这也是导致了这几年只要提起台湾这个经济问题，川普的发言就表示很不满哈。他第三个观点就是说，台湾和中国在相比，它本身就有地理劣势，而这个地理劣势导致呢，美国不应该掺和。他说呢，台湾和中国只有68英里的距离，而台湾跟美国距离有9500英里。他认为这种地理上的劣势使得美国在保护台湾的时候本来就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川普说这个让我很担忧。第四点呢，他认为台湾就是习近平的心头好，他说习近平喜欢台湾。川普认为台湾是习近平特别关注的目标，他认为习近平暂时不会轻易发动攻击，又是因为台湾拥有全球领先的芯片制造工厂。这就是他的很矛盾的和比较复杂的一些表态哈。第五点，他也说到了这个对台海现状和整个的台湾目前的安全形势感到忧虑。他还当然是用来批评拜登了，他说认为在他离任以后呢，中国就变得越来咄咄逼人，台湾的安全环境恶化。在这个地方呢，还要说一个细节，前一段时间呢，《华尔街日报》采访了川普，也给他扔出来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习近平要打台湾，或者用台湾问题来威胁川普怎么办？他说习近平不会威胁我的，因为他知道我是很疯狂的人。
媒体的吐槽，包括我个人是觉得我没懂这个逻辑。习近平不会威胁我，因为他知道我很疯。那啥意思呢？这到底是表现他理解习近平呢，还是表现他会随时给习近平一个疯狂的惊吓或者惊喜呢？这个美国媒体有很多解读。当然，美国选举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完全的 polarized， 完全的分裂。美国的问题是左右派媒体还有支持川普和支持哈里斯的媒体已经完全没有对话，没有共识了，就是两边各说各话。川普的同一个言论，在支持他的和反对他的媒体的解读就是大相径庭，那更不要说他爱他的川粉和恨他的这个川黑之间的这个对抗，就是没法聊了。这期节目我们就不聊这个话题了。卫报在讨论川普对华和对台湾这个问题上呢，也有一个分析。他说觉得呢，中国的外交政策圈的成员呢，应该是欢迎川普连任的，因为他们会认为川普是一个以商业为导向的领导人，不会呢为了台湾的主权事业愿意提供美国的资源和道义支持。然后卫报呢还引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这个王毅伟这么个学者的这个采访哈，说川普呢比拜登更不尊重国际联盟体系，这对中国有利。王毅伟说呢，说川普的盟友对他都不太信任，台湾更担心川普。可是卫报和经济学人还有彭博都说过，川普呢在对华和对台问题上呢充满不可预测性。卫报呢引了这个 CSIS 很有名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他们这个中心呢经常发一些跟台湾有关的这个军事和战略的研究报告，台湾方面也很关注。这个 CSIS 的专家朱德布兰切特呢就对卫报曾经说过，说如果川普再次当总统的话，他身边应该是一群对中国强硬的鹰派，而且这群人呢应该是非常支持台湾的，就是他的专家和顾问应该是对中共强硬，对台湾支持的。但是呢，这些顾问呢不会决定川普的所有决策，所以这种不确定性呢，有的媒体就认为中国会不喜欢，因为川普不可确定。但有的中国顾问呢，中国专家呢就认为川普是商人，能谈，是经营性选择，就是他自己会下一些随机的一些决策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卫报的报道说在上一次川普当总统的时候呢，其实川普在台湾是很受欢迎的，原因就是台湾人也觉得川普对中国很强硬。但是随着他最近我刚才引的他经常提到台湾必须为美国给中国这个防御来付钱的时候，台湾公众的看法就有所冷却。台湾媒体甚至将川普比喻为黑帮老大。我们的台湾观众对这个事儿，你们可以给我一些信息你们是不是这么认为的？卫报说他采访了台湾的一些公众，台湾人觉得川普像个黑帮老大在收保护费。这就是哈里斯和川普对台湾问题的两边都有点微妙和复杂的态度基本上梳理完了。第三个部分我们来说，就是美中关系中间的这个贸易与科技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两个候选人都怎么说的？中美之间一直有一个关键的争议点，就是贸易和科技。川普呢曾经说过要对中国的商品加收150%甚至200%的关税。他的这种强硬的经济政策呢，被认为呢接下来一定会进一步加剧中美的经济紧张局势，也会对全球的供应链产生影响。尤其刚才我说了，川普在芯片产业上的这种强烈不满，也反映了有可能他接下来对台湾对中国都会有强硬态度。而与川普的这个经济强硬态度的手段和相比这个哈里斯呢就比较倾向于延续拜登政府的针对性关税政策，尤其是在科技领域的这种有针对性的关税。
经济学人分析说，哈里斯支持的呢是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进行出口管制，尤其是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经济学人有一段话说，无论谁当选，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压制都不会停止。这个其实也是其他的一些财经媒体，路透啊、彭博啊，当讨论到关税问题的时候，还有就是美国对于来自中国的这种 AI 和其他高科技领域的这些竞争的时候的一个普遍的预测，就是两个候选人都会进一步采取战策略来防止中国对美国高科技市场的这种侵入。说了这么多呢，我们说一下对于美国的候选人，北京目前来说会怎么看？好几个媒体都做了反向分析，就是他们在报道美国选举的同时会说，如果川普上台，北京怎么看？如果哈里斯上台，北京怎么看？几家媒体的分析呢略微不同，但比较有代表性的呢就是《卫报》的这个采访。说采访了几个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无论是哈里斯或者川普上台，未来的美国对华政策都会延续当前的战略竞争思路。细微差异就在于，他们认为哈里斯可能延续拜登的对华政策（括号拜登这几年的对华政策也并不友好）。北京认为拜登也在一直跟中国这个对抗和给中国找麻烦。虽然去年拜登和习近平会晤之后，口气上外交层面好像软了一些，但是在台湾问题上，我刚才说了，拜登表态非常清楚。然后在针对性关税问题上，还有具体的一些那个事务上，比如说 AI 的技术，还有比如说针对中国的这种技术侵略，拜登其实态度也蛮强硬的，也表示要加更多的关税。但好歹北京会认为拜登的政策比较清楚，哈里斯也就延续了。但北京会认为呢，川普更加不可预测。可是呢，有一些媒体会认为，川普因为说了不管台湾不打台湾，所以呢，北京会喜欢川普上台，因为习近平一定要拿下台湾。但又有一些媒体分析呢，川普身边的这些智库、这些顾问都对中国比较强硬，所以呢，北京不喜欢川普。在这个点上，北京对川普怎么看，我们不知道，因为采访不到北京，采访不到习近平哈。还是引 CSS 的这个朱德布兰切特，他的分析比较有代表性，说无论谁入主白宫，美中关系将继续紧张。说无论明年1月谁上台，美中关系一定是朝负面方向发展的。但如果是川普 2.0 上台，几乎可以肯定会爆发贸易战，这将带来显著的经济摩擦。甚至呢，在气候政策，还有其他一些美中合作还有一点点可能性的或者比较顺利的领域呢，合作也会岌岌而危。所以先总结一下，很快美国大选结果就会出来了。美国大选的结果一定会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有深远影响的。短期来说，哈里斯对华政策呢，应该是延续了拜登的基调，但是他的语气在细节上的方法可能会更缓和和温和。特别是台湾问题上呢，采取的是相对谨慎的态度，他不想把台海问题变成一个美国马上要面对和必须解决的危机，但这并不表示长期而言，哈里斯会放弃台湾或者会改变美国一直以来对台湾的态度。川普呢，更倾向于用经济压力和强硬手段迫使中国在一些问题上做出让步，甚至呢会要求台湾支付房屋费用，也会可能在芯片啊或者贸易问题上呢，川普也对台湾表现的不会那么友好。虽然他身边的智囊是表现的是对中共很强硬，而都表达了对台湾民主的支持，但是媒体的分析，因为川普是本人的性格和他的不可预见性，他身边人怎么说，到底对他施加多大影响，大家都不知道。无论谁当选，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呢，一定会是相对强硬和对抗的，而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也一定会对全球经济、台海局势和美中关系有很具体的影响。
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想法，要吵架，要吐槽，要给建议，欢迎大家评论。好，我们会继续关注美国大选的最新动态，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续的分析。谢谢大家。